三体由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，真食材真好喝。热有强爽8度，酒劲十足，强过想象。热有强爽，邀您精彩继续。刚进入红岸基地时，我没有被分配固定工作，只是干一些技术上的杂事，而且是在一名安全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。没事儿，你可以自己来。我说，到底发的什么事儿？这擦过街子，还得陪人盯着。严重的错误。严重错误？你能犯什么严重错误？就你，还不信？是有问题，这儿你负责。这问题你怎么没发现？赶紧处理。是。你不错啊，懂实验，观测能力也挺强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导师跟我说，研究天体物理学，如果不懂实验技术，没有观测能力，理论再好也没用。至少国内是这样的。这跟你父亲，这跟他的观点倒是大相径庭。理论是应用的基础。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。这么多的物理名词，改个名字就可以了。我更倾向同意这种看法。它太理论了。现在开始播报下游红岸基地夜班值班人员表。星期一发射。
不过也难怪，你的导师是国内设定天文学的泰斗，非常令人敬重。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，才开始对射电天文产生兴趣的，自学了一些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东西。没有这2方面的基础，我也发现不了刚才的故障。就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的研究生课题是什么？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参与调试了国内第1台小型射电望远镜，也是在那个阶段，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。没想到这些知识，竟在这儿派上用场。老杨，哎，政委，故障排除了。是。你发现的？他发现的。你有射电方面的经验？巧了，他正好懂点儿。好啊，可以调他过来维护检修啊。现在这儿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。行，我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呀？小叶，以后这儿由你负责。老雷，那个我正要跟你说老刘的事儿呢，你过来。不是。哎，这个老刘，工作能力差，专业水平又低，为什么他检修的东西总是出错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听着呢。这个人可是你弄来的，现在不灵用，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？老刘是吧？对呀。老刘，我在做他思想工作。你思想工作解决不了能力问题。啊，当然了，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啊。可以调他过来维护检修啊！现在这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，以后这儿由你负责。那是我第1次在红岸获得实质性的工作。分不清楚那种心底的喜悦来自久违的信任，还是单调的忙碌。但那是一种终于可以呼吸了的感觉。吃饭都没时间，下午开会不能迟到，说着快点。哎，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？像你们是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啊！在食堂，一块或大伙一块吃啊。我都是一个人吃的。我说。待会儿你还得检查几个机子？6个。6个？不是，老刘是不是今天又没来？你把他的活干了？嗯。他生病了。他生什么病啊？这伙人见天不想干活，以前是不想干也得干。现在你来了，他天天找病。就这样下去，你都快成了俺这里的技术骨干了。你别这么说。
俺看不惯他。这我老刘天天偷懒，活着鸡你干了，回头啊，我非说他不行。没事儿，我挺喜欢干的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号兵红岸工厂第151次常规发射，授权确认完毕，30秒倒数。目标类别甲3，坐标序列号 BN 2栋19拐 F， 定位校核完毕。25秒倒数，本档最后校核完毕。20秒倒数，自然人工工厂122军空防厂工作单元报告厂，干扰监测报告在许可范围，程序不可逆。倒计时，14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时间差不多了。啊？啊，是差不多了。发射计算机磁性存储器出现故障，冗余单元投入正常，专点1器材正常。第2组数据马上进行排查。介入介入。新的数据发过来没有？马上。进一步排查。来，进一步排查。报告马上能出。和上马是。老廖，看这个，别人找到了，空的弹夹，是173-1号的问题。确认故障设备编号1731号。红岸工程第151次发射进行完毕。确认故障设备编号1731号。你心里比我清楚。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？该不该背锅，你心里也比我清楚。杨卫宁，你就是想让我扛这个雷。哼！请各单元组认真填写关于故障编号1731号发射日志。各组长到会议室参加发射例会。刘骑士已经查到问题了，他发现了问题，还有了解决办法，都写在了检修汇报单上，但是不知道被谁划掉了。知道了。其实老刘比他表面上看上去要专业的多，
这儿配备的都是2炮最优秀的技术军官。他在电子和计算机这方面的能力，我再学一辈子都赶不上。不重要了，反正他要走。我就是想说，老刘他是有能力的，你别。我说他挺可惜的。可惜。你真是太天真了。你认为是我让他走的是吗？这穷乡僻壤，生活条件很差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。但你应该清楚，一个科研人员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出科研成果。但红岸系统的这些研制工作已经结束了，没有机会再出科研成果了。而且老刘心里清楚，像这种最高等级的项目当中，一旦进入核心岗位，那就是一辈子。是他自己要走的。老刘是个聪明人，在他的领域，他可以算是个天才。可他偏偏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傻子。这份报告单，你知道是谁改的？他自己。对，他自己改的。他不能消极怠工，所以我们让他往东，他就拼命的努力的往西。他故意装傻，装得很好，他赢了。老雷找我谈过很多次他的能力问题。说老刘不行，这能力太差，技术也不好，还占一个岗位，赶紧走吧。那我能说什么？我只能硬扛。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有一天他会故意搞破坏。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。他没有搞破坏。我不是程丽华。老刘如果真的不想干的话，我会让他走的。但我得跟你说2句，让你来，你就做好你的分内工作，维护保养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问，不要管。这个老刘我忍不了了啊！你先走。你别走。我知道现在让老刘滚蛋，你可能担心没人接手，对吗？小叶就很合适，学过电子，又学过计算机，又是射电方面的人才，非常全面，非常合适。他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你专业的东西可以慢慢学，关键是态度。小叶非常有责任心，积极要求进步。我可以保证，专业上的东西很快可以超过老刘。小叶，我跟魏明都不是那种只看历史不看变化的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。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他不适合进入红岸的核心结构。能不能不要再说历史问题了？毛主席都说过，要辩证的看待问题。我们不能只盯着人家的过去，不看人现在的变化呀。我认为小叶来到红岸基地之后表现非常好。你先走。他的问题不是小问题。不是，
这个人你当初非让我给你弄来，弄来你现在又不用，你这搞什么搞？是，他是我弄来的，我是让他来做维护检修，他不适合进入红岸的核心岗位。为什么呢？他之前犯过错误。为何我一个政委都不担心，你一条没有的心呐？我看这个叶文洁可用。虽然雷政委和杨卫民存在着很大的争议，但是最终我还是接替了老刘的工作。守护家人用对药，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，邀您观看《三体》精彩剧集。黄米香，入口糯，兔年怎能不思念？思念大黄米汤圆，邀您继续观看《三体》。发射文档号27，顾江5，宣传5。红岸工程第152次发射成功，授权完毕，发射系统关闭。红岸系统监测中断，请监测部接获系统控制权，同时进行各项数据接收工作。请各单元组认真填写发射指示，完毕。来了。董事长决定了，从今天起，你接替老刘的工作。发射科的核心工作以后由你负责。你要继续努力，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。我再提醒你一次，不该管的事别管，尤其是那些。杨总。俺都听说了，赵领导开了研究会研究了，你现在是骨干了。我去干活了。小叶，雷政委，哎，我听他们说你要申请进资料室。是的，我需要查几台机器的型号。我跟保卫部门说了，以后资料室对你正常开放。谢谢雷政委对我的信任。目前在发射系统这一块只有计算机控制部分，得一步一步的对你开放。这里的数据有问题，我理解。检查一下。是。查这个型号做什么？哦，最近掌握的核心多了，就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。咱们是国家重点保密项目，可是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。比如发射部的计算机，虽然有3台，
但是都比 DJSE30还要落后，甚至还在使用磁性存储器和纸袋输入，太沉重了。最长无故障小时数不超过15个小时。我还看了红岸系统的瞄准部分，精度很低，甚至还不如一门火炮的瞄准证据。我理解你的担心，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还在建设的初期，具体的说，就像一个孩子，百废待兴，就像你们北部林场一样。客观条件肯定是不足的，但是我们有条件要上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创造奇迹。这就是我们在红岸的全部任务。我明白，我会努力的。去吧，工作吧。小叶，雷政委，小叶，你来到发射部有多久了？43天。记得真清楚。你对发射部这一块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，这是红岸的主体，也是它的攻击部分。说一说你对这套系统的整体看法。大胆地说。雷政委，我只负责养护和维修，红岸的整体情况，包括它的作用方式、攻击目标，我一概不知，也不允许我知道的。觉悟很高，但实事求是也很重要。如果你心里真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大胆地说出来，这就我们2个人。咱们的发射主体，说白了，它不过就是个无线电发射机嘛。可以这么说。小叶，你知道微波炉吗？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奢侈玩意儿，利用微波被吸收后产生的热效应来加热食物。我之前在的那个研究所呢，为了精密测试某种元器件的高温老化，从国外进口过一台。我们当时下了班，经常用它热土豆、烤馒头。哎，很有意思啊。它加热的食物，里头热了，外边还是凉的。其实红岸系统就是一台巨型的微波炉。
加热的目标就是敌人在太空中的航天器。只要能达到每平方厘米0.1到1瓦的微波能量辐射，就可以直接把敌人的通讯卫星、雷达、导航这些系统的微波电子元件设备烧或者损坏。原来是这样，跟你想的不一样吧？红岸系统虽然只是一台电波发射机，但它却不是一台寻常设备。如果它的发射功率可以到达25兆瓦，那真的很让人震惊。这不仅远大于所有的通讯发射功率，也远大于所有的雷达发射功率。对的，红岸系统就是由一组庞大的电容提供发射能量。由于功率巨大，所以它的电路跟普通的也完全不同。我现在终于明白这种超大发射功率的用意了。只不过，系统发射的电波好像是经过调制的。是的，但这种调制和普通的无线电通讯不同，它不是为了加载信息。它是为了用一种变化的频率和振幅，来突破敌人有可能在太空中设置的屏蔽保护。当然了，这些还都在试验当中啊。我明白了，谢谢雷政委。最近从酒泉发射了2颗标靶卫星，红岸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攻击，完全成功，摧毁了目标，使卫星内部的温度达到了近1000度的高温，像里面搭载的一些仪器、摄影设备全部被损坏。在未来的实战中，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，包括对方目前的主力侦察卫星 KA-8和即将发射的 KA-9。当然了，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有必要的时候，还有能力摧毁西方计划于明年发射的天空实验室。这就是红岸。哎，我来了。小叶，你先走。是。你想这干嘛？啊？他信了。他信了。有什么意义？啊？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叶文洁是有问题，但是叶文洁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，而且又有积极性，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大。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们得出成绩啊！当然了，也是给国家出成绩啊。是你选中的，是你把我带进基地的。可是你太单纯了。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的，可是你到现在，我还是不信任。有的时候，信任会把人带入深渊。
那天之后，我就被调离了发射部门。我以为从此彻底离开了红岸的核心部门。所以是杨总工程师把您调走了吗？那不对啊。原则上来讲，雷政委的权力要远大于杨总工程师。毕竟政委在所有重大事务上有最终的决定权。很显然，雷志成把红岸的用途告诉我，是他个人的决定。对于这份信任，我当时真的非常感激。毕竟信任，在那个年代，对我而言，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。杨总工程师可能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觉得杨卫宁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，我可以理解他，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远了。还好雷政委信任您。是，我觉得他是个军人，有着军人的真诚和坦率。其实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那后来呢？是非对错，一旦在时间的尺度上，就会变得模糊。比如雷志成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对我说的那些，都是骗我的。骗您的？关于红岸的真实意图吗？红岸建造的真实原因，远比他说的要重要，要复杂，要不可思议。红岸不是用来侦察和打击敌国通信卫星的吗？红岸的真正价值，对不起，小汪，这部分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我懂。对不起啊，叶老师，是我问的太多了。但是还是特别感谢你，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往事，谢谢你。啊，红岸是个大微波炉，那有什么可保密的呢？叶老师没说那是微波炉，但到底是什么得你去查。啊，我知道。档案没脱密呢，老常催着呢，我也催着老常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杨卫宁。杨卫宁怎么了？杨东也姓杨。这我没好意思问。哎呦，你这个人，你就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还记得刚开始我审你的时候怎么审的吗？我当时看见杨东那照片那眼神，哎呦，那眼神，两眼放光。我怎么说的？我说认识。认识。哦，不认识。想认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跟你说，警察办案那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我又不是警察。我知道，我性质不是一样的吗？那游戏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吗？算是有一些收获吧，但是关于飞星，叶老师了解的也不多。飞星，哎，我好像是啊，你上午刚看过。对，这是沙日山提供的论文。
你知道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吗？谁啊？杨东的妈妈，叶文洁。恒星的结构和演化，这本书叶老师给我推荐过。他说他的论文里边有很多参照这本书。那赶紧把这本书找来看看。这个论文我先带走研究一下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你更怀疑叶文洁了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觉得他对杨东的死反应太平静了。好了，他的生活时间到了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拍片吧。他接受火鸡的理念，帮助汪淼实现了观测宇宙闪烁。他鼓励汪淼成哥白尼。他还是个天体物理学家，还写过飞星的论文。刚刚汪淼也说了，在红岸基地，他还很喜欢看太阳。可他偏偏跟科学边界毫无关系。我觉得他才是最大的疑点。Seeing things with people